本集的太想到处玩，要来去一大皇家酒店来度假。这次特别到新左营来搭客运前往。这其实也算是另一种的饭店接驳车了。从高铁站到一大，车程也不过是20分钟左右而已。以往都是开车前往，但这次只是单纯要住酒店，所以改搭客运来，时刻表也挺准时的发车，也给从外县市来玩的游客参考看看。一进酒店大门，马上就能感受到这气派的装潢。这在我住过的饭店里，绝对是能排得上前3名，大厅最华丽的饭店。大厅旁边有客运的路线图跟等候区。如果是要到皇家酒店或天悦饭店，则要跟司机讲一下。柜台的接待处有各个设施与游乐园的开放时间，尤其是摩天轮的开放时间是到晚上10点，9点半之后就不卖门票跟收客了。建议是经过时就先拍一张照片，以免错过时间。这间皇家酒店基本上分为3个住宿区域，主要的活动设施基本上都离第1栋比较近。第3栋则是以酒店内部的餐厅跟商店为主，但每个区域都有一段距离。那我们这次是入住第3栋的位置。那饭店外面还有直接通往一大购物中心的天桥，不用在路上等红绿灯，楼下也有24小时的便利商店，算是挺方便的。那趁还没入住前，先到饭店各处来走走逛逛吧。那就先前往这皇家酒店最精华的设施。首先就先来到这个清水设施区，这里主要以3个设施为主。第1区也就是3温暖区，这边有分为男女各池，但重点是裸汤的部分需要坦诚相见。那另一区就是适合亲子同乐的水疗池，里面的 SPA 设施非常的完善，而且还是温水泳池。一走出户外，便是这个拥有滑水道的户外泳池，以及欧洲建筑风的各项户外摆饰。另一边也有属于小朋友的潜水池可以戏水。那不得不说，这清水设施是我目前看过最多最完善的，甚至可以说是这皇家酒店的一大卖点也不为过。那离开了户外泳池，在同一栋水疗池的楼上，则设有健身房、儿童游戏室跟电子游戏室这3种。这边健身器材真的也很完善，许多在健身房才能看到的专业训练设备。这边也是一应俱全，真的是相当的少见。那慢跑机跟飞轮的位置，也放置在能眺望山景的景观窗旁边，来一边运动一边欣赏这美景。再走进去一点，有许多的电子游戏设施，各种类型的机台也不少。只是这边是需要另外投币游玩的，就有点让人兴致缺缺了。那有基本运动设施，像是桌球与撞球等等。那比较特别的是，电视游戏区居然是用包厢式，这边是免费使用，但限定半小时就要换人。那最后介绍的是儿童游戏区，这部分的器材，我个人就觉得稍稍薄弱了一点。这边比较适合学龄前的小朋友来游玩。比较大一点的小朋友都在楼下泳池玩疯了。那酒店的主要设施也介绍的差不多了，接下来就要先办理进房，来准备接下来的行程。一到大厅的时候，刚好巧遇吉祥物大义迎宾。这迎宾活动时间主要是在3点左右，如果各位观众行程不赶，也能来合照纪念一下。来，我们往前看哦。那办理完入住手续后，就要先前往第3栋。沿路会经过很多精品的商店，说是商店街也不为过。饭店内部的格式有点特别，才有天井中空式的。
那就准备来开箱这皇家酒店的雅致家庭房。其实这酒店的房型还蛮多样化的，有亲子房跟景观家庭房，还有行政客房的差别。那这次入住房型真的是蛮大的，2张大型双人床跟2组餐桌，以空间视觉来讲，真的是蛮舒适的。那也有阳台的部分，那来看看这景观如何吧。结果是刚好面对建筑的景观，不过虽然如此，但房间内的采光还是很好。走出阳台，还是能有一点点景观啊。不过也还好，毕竟这次住宿的价格，我个人觉得非常的便宜。周末来入住，星期6日这样含早餐3800多而已。虽然是老婆大人用尽各种优惠方式来折扣，原价也是要4000多，但以假日入住含早餐来讲，以这样整体的服务跟饭店设施，绝对是物超所值。不过题外话，这房间我觉得都还不错，唯独一个设施我实在是不太能接受，那就是电视萤幕很小，约37寸吧，放在这大房间里更显得它的渺小了。那放完行李后，就直接前往泳池来玩。泳池这边下午1点就已经开放使用了。如果是假日的话，早上9点就会开放了。如果不是像我们先进房再来玩的话，其实也可以在大厅寄放行李后，就来这边消消暑。不过这边中午12点到下午1点会暂停使用。那现在就先来玩这滑水道吧。这边要特别注意，身高要超过110公分，而且一次限1个人使用，所以如果小朋友不敢滑，也是不能用大人抱着他一起滑的方式滑下去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滑水道还蛮长的，但是里面全黑也拍不到啥东西。下午4点左右的时候会有泡泡趴的活动，但我不确定是不是假日限定。是还蛮好玩的，但要特别注意泡泡会有点滑，千万不要让小朋友跑起来，真的会滑倒。活动时间约30分钟左右吧，就算晚1点来，应该还是玩得到。玩到后面，工作人员也是火力全开，真的就是泡泡满天飞舞了。那活动结束后，来做个水疗，等等就准备到一大购物中心吃晚餐了。一大购物中心主要分为 A、B、C 3区，饭店比较靠近的是 C 区主题餐厅。那我们是搭乘饭店的接驳车前往 A 区美食街，这边餐厅选择比较多，也比较好逛。旁边就是一大游乐世界了。这边除了饭店本身的接驳车以外，还有许多从高雄各地过来的专车，非常的方便。这边的购物广场也是通往乐园的入口处。广场的营业时间，平日假日都是到晚上10点而已，所以半夜肚子饿，也只能找饭店楼下的便利商店了。这购物广场其实还蛮多元化的，不只是美食街，连电影院跟小型儿童乐园都有。那令我蛮吃惊的是，这来逛街的人潮是真的还不算少，虽然没汉神巨蛋、梦时代那么夸张。但单北美食街人潮也不会输给汉神百货、大利百货等等。难道是靠一所大学、一大游乐园的人潮就能撑起来吗？我还是真的蛮好奇的。如果有观众了解的话，也欢迎到留言区分享。那这边的电影会有午夜场吗？这超高的溜滑梯，以前好像有看过相关报道，相当于4层楼高。从4楼滑到1楼，平均只需12秒。以杰克与魔斗为主题，但看来应该是退流行了吧。1楼这里还有主题儿童乐园，场地感觉比起一般百货公司也大了许多，算是小朋友除了一大游乐园以外的选择之一了。
整个美食街价格也不算贵，算是用餐的好选择。那位置都坐满了，就跟女儿一起来坐这里吧。这样拉面、含杂点跟饮料无限畅饮，200元有找，我是真的觉得还可以啦。那如果是像我们这样入住皇家酒店的话，还是会建议像我们一样早有含早餐的方案，因为这购物中心也是10点才开，里面除了麦当劳，也没有其他比较像早餐的餐厅了。这里用来处理午餐跟晚餐也很方便，虽然还能带小朋友到楼下走走逛逛，就算不是来玩游乐园的，也是值得来，也让各位观众来参考看看。那吃完晚餐就一路散步回 A 区来坐摩天轮，途中会经过123广场，假日时也会有小型市集。这时钟造型的艺术装置会在整点时有表演，但碍于摩天轮的营业时间，就没有特别停下来欣赏了。有兴趣的观众就找个整点时间来看看吧。入住皇家酒店会送摩天轮的门票，就不用再自行购买。不过看来整间酒店的房客都准备挤在这时间来。夜晚的摩天轮在灯光的点缀之下，显得格外显眼。相较在市区，这里更像是天边一颗闪亮的星星。虽然已经是晚上9点了，但这人潮真的是多到，让我一度以为会排不上去摩天轮看夜景。幸好在排了30分钟后，还是有做到。我还一直在想，会不会在我们前面就喊停，不载客了。那摩天轮的介绍，在我另外一部大影片有提到。只能说黄昏、夜晚的景色各有各的美，不同的时间来都能体验绝佳的景观。那摩天轮结束后，最后就来酒店旁边这梦之湖欣赏水舞吧。表演时间从晚上7点开始，最后一场为晚上10点。如果是不想逛街，来这边打发时间也不错。隔天依旧起了大早，来看看清晨的一带有什么不同。不过我想，除了坐上摩天轮以外，也看不到日出吧。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要来开箱早餐吧。酒店的早餐时间分为2个时段，7点跟9点。那选择7点的时段，可以在6点30分提早进场。想要拍到第一手的菜色，也只能选择这时段。也请各位观众不吝点个赞跟订阅支持一下。早餐吧的种类大部分都是以中式为主，有独立区的素食区，也有提供现点现煮区，但就是有点平淡无奇的菜色组合，说不上有什么特别之处。像是现在越来越多的饭店开始延长早餐用餐时间，有些饭店的早餐甚至还能用到下午1点。像这种还要兼顾午餐的饭店，应该是很难一样了。整个餐厅的空间很大，但虽然是提早来了，在7点半左右也是接近满座。这还没算上第2批次的访客用餐。如果是想要悠闲的来享用早餐，可能也要选择第1批次来用餐吧。整个取餐动线还可以，不会互相卡来卡去。食材的补充速度还算快，很少看到空盘的情况。不过对比下来，这早餐吧的部分是有点逊色。倒也不是味道不好，环境不佳，只是觉得还不到有5星级的质感就是了。那这间新亚除了早餐，还有午餐跟晚餐的自助吧，也是在同一个餐厅地点。不过这次来度假，就单纯选择早餐吧方案而已。前面也有提到为什么建议是选择有早餐的方案。一来，这边没有其他相对应的早餐店；二来，其实价差真的很小。如果是都不含折扣的话，平日2999，假日周6的话要加价1100，暑假周6要加更多1650元，等于是不含早餐方案，周6就要4099元。以上价格以网络资讯，并非公定价，会随时变更，所以这边要各位观众自行查询了。这边只是我们当初查的资讯而已。那这样算下来，自然是老婆大人选的方案好一点了。
如果是现场购买早餐券的价格，一个大人就要730元加1成，这样800元。我个人就觉得价格偏高了。这边就让各位观众来比较参考看看，看选择哪个方案会比较适合一点。我们是当天就没有其他行程了，所以是选择这时段来用餐。如果是要接下去玩一大游乐世界，吃完半退房，然后柜台寄行李，等游乐园9点开门，直接去玩也不错。那如果是要前往佛光山，就选第2批次。吃完接近中午后，再过去逛一个下午，也是个不错的行程。所以虽然只是个2天1夜的行程，但行程安排上也是可以多样化的。如果是为县市的观众前来，也可以将这里设为第一站，一次将一大世界跟佛光山玩透透。餐点部分大概就是拍摄的这些菜色，那整个早餐吧就介绍到这里。等等就一边用餐，一边来聊聊这次住宿的感想。这次的住宿本来是在天悦跟皇家酒店这2间来做选择，最后是皇家酒店有比较多的亲子游乐设施，所以老婆最后才选择了这间来度假。虽然说是高雄人跑来高雄的酒店度假有点妙，但我觉得真是一次非常放松的周末假期，不用另外请特休，也不用舟车劳顿的跑到外县市，坐个捷运，大概20分钟的客运就到了，连开车都省了。如果早一点来，还能从早上就开始玩。不得不说，这里的清水设施真的很棒。三温暖虽然是裸汤，但泡起来非常舒服，内部环境也非常清幽。我个人是非常推荐这边的三温暖池，还有外面的水疗池、健身房跟户外泳池，整个搭配起来根本是完美循环。我还跟老婆讲，如果之后有买到差不多价格，甚至1个月来1次都没问题。2大1小算起来这样3800多，我个人是觉得非常的便宜。就算不是来一大游乐世界玩，太搞笑了吧？但有一大购物广场的各种设施，也是可以让大人小孩好好的玩上1天也没问题。这边真的是强烈推荐给各位观众来体验，但前提是住宿价格要在4000元以内就是了。那本集的影片也要告一段落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支持按赞、订阅跟分享。期待下个影片与您再相见。